大家好，欢迎来到听书学史。今天我要向大家介绍的是传赖俊介所著的《健康少食，延缓衰老》这本书。我们可以观察一下野生动物的生活，它们优雅地享受着生命，充满了活力，但有时候也会生病或受伤。当野生动物遇到这些情况时，它们会怎么做呢？没错，它们会选择进食。当野生动物生病或受伤时，它们会首先停止进食，躺下来，静静地等待身体的康复。它们的本能告诉它们，不进食并休息是恢复健康的最佳方式。同样的原则也适用于我们人类。进食不仅能帮助我们的身体恢复健康，还被证实是通向长寿和年轻化的途径。根据美国康奈尔大学的一项实验数据，将实验小白鼠的食物摄入量减少到平时的60%，所有小白鼠的寿命都延长了1倍。减少食物摄入量可以激活长寿基因，保护身体细胞的 DNA 免受损伤。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3部分：第一，少食能带来的16个好处；第二，了解各种流派的进食方法；第三，少食才是最强的延缓衰老饮食法。首先，让我从第一部分少食能带来的16个好处来开始解释。本书主张的饮食方法就是少食，建议每天只吃1顿饭，或者将平时的食量减少1半。当然，像本频道以前介绍的每天2餐和16小时进食法也是不错的选择。关键在于找到适合自己的方法。虽然对有些人来说，坚持减少食量和进餐次数有些困难，但为了帮助大家克服这一点，我将详细解释少食能带来的各种好处，从而激励大家。通过少食，您将获得以下16大好处：一、慢性病消失，体内的毒素被排出，慢性病自然消失；二、降低患病风险，排毒加快，免疫力会提升，身体会更加健康；三、身体轻盈，早晨能很轻松起床，活动更加自如；四、不易疲劳，身体和精神状态轻松，即使长时间工作也不易疲倦；五、减少睡眠时间，早晨能迅速醒来，工作效率变高；六、肌肤年轻化，皮肤变得更加年轻；七、思维清晰，由于脑内排毒，使脑细胞更加活跃，思维更清晰；八、工作效率高效，身心状态良好，思维清晰，工作效率自然会高效；九、生活态度积极，以前讨厌的事情也能享受其中；使身材变紧实，减肥成功，体型更匀称；11、不孕症改善，性欲和精力增强，更容易怀孕；12、延长寿命，长寿基因被激活，能够延年益寿；13、节省食费，夫妻共同实践的话，每年能为家庭节省大量的开支；14、简化购物和烹饪，购物、烹饪和清理的时间能减少1半以上； 15、享受兴趣爱好，有更多时间和金钱去享受爱好； 16、感性更丰富，直觉力增强，感受力更强，人格更加丰富。少食能带来如此多的好处，实在是非常值得一试。接下来我将详细讲解如何具体实施每日1餐或进食。这里的重要关键词是轻松和无压力。作者比喻进食就像登山，如果一下子就瞄准最高峰，大家往往会失败，而且没有准备的挑战也非常危险。因此，从初学者的水平，一步一步地享受这个过程是非常重要的。在进食过程中，最重要的是享受这个过程，要积极的，不把进食或少食当做一件痛苦的事情来对待，而是带着愉快的心情来进行。在开始进食时，需要注意以下5点：一、幸福感。正如之前提到的，保持幸福感是最重要的，把饥饿感当作幸福感来体验是首要目标。不要在不安或恐惧中开始，如果过程中感到不安或恐惧，应暂时停止进食并进行休息，一定要保持无压力的态度。记住，当您感到饥饿时，长寿基因正在被激活，您的身体正在变得年轻。想象着饥饿使您变得更年轻，
这样您就能积极地看待饥饿的状态，并享受它。2、好转反应，要事先了解好转反应，这是由于卡路里限制引起的排毒现象，细胞中的毒素被释放到血液中，通常会在进食的2、3天内可能会出现头痛、眩晕、恶心等症状。由于这些反应的存在，令很多人难以坚持下去，因此作者建议在进食期间补充酵素和矿物质，逐步进行，避免过度的压力。3、进食后饮食的注意事项，比起进食期间，进食后的饮食需要更加小心注意。当完成进食后，有的人会食欲突然大增，可能会导致暴饮暴食。然而，进食后的暴饮暴食是非常危险的，绝对需要避免。更重要的是，我们通过进食已经努力排出了体内的毒素，再次摄入毒素将使进食变得毫无意义。4、患病者的注意事项，对于有的患病者来说，他们可能会担心是否适合进行进食。实际上，这样的担心正好相反，进食可以帮助治疗疾病，因为疾病的主要原因是身体各处积聚的毒素，通过排出这些毒素，身体将会变得更加清洁，这正是进食的最终目的。当然，并不是说患病的人可以随便进行进食，相反，有的患病者需要比健康人更加慎重地进行进食，特别是需要花更多的时间，比如健康人的2到3倍时间进行进食，才能确保安全有效。5、正在服用药物的注意事项，进食同时也是一种戒除药物的疗法。作者提到，正在服用药物的人不仅需要处理体内的毒素，还要应对每天服用的药物所带来的毒素。因此，为了远离药物，需要在进食期间逐步减少药物的使用。但是，突然停止药物可能会引起一些反弹的现象，所以必须谨慎处理，不能随意减少药物。建议在阅读相关书籍的同时，向医生寻求建议，考虑逐步减少药物的用量。如果能够遵循上面这些注意事项，就能够很好的实现最佳的进食效果。接下来是第2部分，了解各种流派的进食方法。进食有多种方式，希望大家能够掌握适合自己的进食方法。首先，让我介绍一下各种流派的进食方法。1、半日进食，不吃早餐，即一天只吃2餐，这是最简单的进食方法之一。本频道也介绍了类似16小时进食的内容，然而并非所有的人都能坚持下去，这是一个事实。2、一日一餐，许多名人和运动员都在实践的进食方法。这种方法无需像修行僧那样严格，偶尔被朋友邀请出去吃饭也没关系，但基本上自己吃饭时一日只吃1餐。这一简单的变化可能会让您的身体产生显著的变化。3、周末进食，这种方法非常适合繁忙的社会人士，每周进食1天，将周内的积累物排出体外，可以净化身心。4、3日进食，当身体感觉到不适时，可以尝试一下3日进食来调整状态，提高免疫力、愈合力和排毒能力，有助于加速病情和伤口的康复。不过，作者认为超过3天的进食难度较大，并伴随一定的风险，因此必须谨慎管理，并确保有足够的专业指导。5、7日进食，如果希望严肃治疗疾病，日本权威的进食医师菅野医师建议至少要进行7日进食。他认为，在摄入进食饮料的同时进行进食，可以减少身体不适的感觉，与刚才提到的3日进食一样。如果您打算实践这一方法，请务必要小心，并确保有专业的指导。6、20日进食，作者提到，这种长达20天的进食曾经是标准的做法。实际上，日本小说家濑户内纪听在20岁时就有这样的体验。然而，本书也明确指出，这样长期的进食不应该在家中进行，必须在具有相应资格的指导者监管下进行。个人认为，对大多数人来说，要实践3天以上的进食可能会有些难度，所以推荐从1日1餐或半日进食开始。在进食法的指导者中，日本的鹤见医院院长鹤见隆史和杏林预防医学研究所所长山田丰文
都是众所周知的人物。两人所推崇的贺见式酵素进食和山田式矿物质进食均设有减轻进食对身心负担、提升进食效果的巧妙设计。让我们来学习一下这两人提倡的进食方法吧。贺见式酵素进食由贺见医师所提倡，他是日本酵素医学的先驱。他强调，通过提供生命活动所必需的酵素，来减缓进食带来的不适感是至关重要的。作为酵素的供应来源，包括梅干、蔬菜、水果、味噌、泡菜和玄米等，特别是梅干具有强大的抗菌力，可以抑制肠道中的有害菌，有助于维持良好的肠道菌群平衡。当然不能大口吃这些食物，只能少量摄取。与完全不进食的进食相比，贺见式酵素进食可以说是一种容易接受的半进食法。山田式矿物质进食是一种通过特制饮料，在进食期间摄取最低限度的热量，同时补充矿物质、维生素和酵素等有益成分进行进食的方法。这种特制饮料是由无农药种植的蔬菜、水果和草药长时间发酵制成，再加入有益成分如矿物质的果汁混合而成。山田式矿物质进食要求在早晨、中午、晚上和睡前饮用这种特制饮料，连续进行5到7天。除此之外，期间不进食任何东西，即所谓的完全禁食。山田先生认为，这种禁食方法不仅减少了痛苦，而且安全性也大大提高了。另一方面，传赖式豆乳进食是作者通过多次采访贺见医师和山田先生，并结合他们各自的优点而开发的一种新的进食方法。其核心是补充酵素、矿物质和微量营养素，改善肠道环境。在进行进食时，人们会补充各种饮料，而传赖式豆乳进食的主打就是豆乳饮料。在这里，让我来详细解释一下传赖式豆乳进食中最具代表性的自制豆乳酸奶的制作方法。制作自制豆乳酸奶的原材料包括市售无添加的有机豆乳和1小包酸奶，选择成分无添加的有机豆乳最佳。将1升豆乳和1小包酸奶倒入炖锅中，搅拌均匀后盖上盖子，用大火加热2到3分钟，待整个混合物加热均匀后，放置过夜即可完成。利用这种自制豆乳酸奶，可以制作各种口味的豆乳饮料，例如添加绿茶、抹茶、梅干以及蜂蜜等。您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进行调制，制作出美味的豆乳酸奶饮料。接下来是第3部分，少食才是最强的延缓衰老饮食法。在现代医学中，老化被视为每个人不可避免的生理现象。然而，我们可以通过一些方法来延缓这一过程，其中的关键就是激活长寿基因。而激活这一开关的方法是通过限制卡路里摄入，让身体感受到饥饿。饥饿感可以启动长寿基因，从而自然地减缓老化的进程。简单来说，激活长寿基因就是为了保护我们身体的基因免受损伤。老化通常是由基因损伤引起的，这些损伤往往来自于活性氧化物或紫外线等外部刺激。一旦激活长寿基因，基因就不易受损，从而维持细胞的年轻和活力。为什么感受到饥饿会激活长寿基因呢？原因在于，饥饿感本身是生存的信号之一。当人体处于饥饿状态时，整个身体变得更加警觉和敏感，因为需要捕获食物来维持生存。感官变得更加敏锐，身体的运动能力也更加灵活。换句话说，饥饿状态能够提升人体的整体功能，使生命活动在更高水平上运转。事实上，从蚯蚓到猴子，大量实验证明，通过限制卡路里摄入可以延长寿命。蚯蚓进行禁食可以将其寿命延长19倍，而昆虫的数据显示，禁食可将其寿命延长约40倍。虽然在更接近人类的动物身上，寿命延长的效果不会如此显著，但减少食物摄入确实有助于延长寿命，这已经得到了充分的证实。如果大家希望延长寿命，减少饮食量是目前最科学的方法。更进一步来说，减少饮食量不仅可以延长寿命，
还具有明显的抗衰老效果。衰老通常导致老化蛋白的积累，典型表现就是在皮肤上会形成的老年斑。减少饮食量实际上能够预防老年斑的形成。已有数据显示，减少饮食量可使老年斑减少1/3。相反，一项针对高脂肪饮食小白鼠的研究显示，老年斑增加了2倍。这表明高脂肪饮食会加速老化的进程。为什么高脂肪饮食会加速我们的老化呢？因为脂肪食物容易被活性氧化物所氧化，形成过氧化脂质，从而损害其他细胞的基因。因此，喜欢吃油炸食品的人更容易老化。如果你喜欢吃油炸食品，希望您能借此机会克制一下自己，尽量避免吃油炸食品，这可能有助于延缓衰老，保持年轻。以上我详细讲述了通过少食可以延缓老化，甚至实现年轻的科学事实。接下来，让我们从历史的角度来深入探讨一下少食的话题。古代身心科学的瑜伽传统中，流传着以下智慧：常吃8分饱，不把医生找；常吃6分饱，会忘记衰老；常吃4分饱，会接近神灵境界。这种神灵境界指的是身心达到最理想的和谐状态，使精神和体能达到顶峰。我们称之为伟人或天才的人，实际上就是那些达到这种境界的人。事实上，在历史上有许多伟人和天才都以少食而著称。首先，以粗食少食而闻名的伟人包括约翰·列侬。据说约翰·列侬的餐桌上只有玄米和蔬菜，他会亲自烘焙面包，曾一度完全戒糖，坚持着粗食的饮食习惯。据说他还实践了长达40天的果汁禁食。这些极限状态可能使他的感官更加敏锐，从而创作出了许多出色的音乐作品。此外，世界3大智者之一的毕达哥拉斯也以少食闻名。毕达哥拉斯是古希腊的数学家和哲学家，大家对毕达哥拉斯定理应该都有所耳闻吧？据说他的饮食非常简单，1日2餐只有水果、蔬菜和谷物，偶尔吃些蜂蜜。他通常以黑面包和蜂蜜作为早餐，晚餐则只吃生菜。据说正因为这种严格的饮食习惯，使他能够活到超过100岁。此外，米开朗基罗和达芬奇也被认为是少食者。作为画家、雕塑家，甚至是诗人和建筑师，米开朗基罗的日常饮食非常朴素。他偶尔会喝点红酒，吃些奶酪。他活到了89岁。这在当时可以算作是长寿了。此外，日本的伟人们也坚持着少食的传统。例如，茶道大师千利休曾明确表示，吃饭的话只需吃到不饿的程度即可。这种简朴的精神在他主持的茶会上表现得淋漓尽致。他的料理风格非常简单，1汤2菜，最多就是3个菜，但都非常朴素，充分展现了食材的原味。据说他无论迎接何种贵宾，都坚持着这种粗食的哲学。我们也应该学习这种思维方式。现代社会被称为饱食时代，各种物质和食品充斥着我们的生活。我们常常会去便利店或超市购买食物，然后迅速吃掉。这时候，自我控制力就显得尤为重要。在日本历史上的江户时期，天海和尚也是一个非常著名的人物。他被称为德川家康的智囊，对当时的统一做出了重大贡献。他同样揭示了少食是长寿的秘诀。据说天海的粗食主要是以纳豆汤为主。从现代人的角度来看，这种生活习惯非常健康。天海直到临终前，仍然保持着良好的记忆力，甚至在坐禅时微笑着离开了人世。当然，这些故事并不一定适用于现代生活。然而，了解这些伟人曾经是少食主义者，可以给我们带来很多启发和帮助。希望通过了解这些少食主义的伟人故事，能够激励我们保持积极的态度。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在下次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
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